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没等长相思，期待新男3号剧开播，观众评价一针见血。只要演员阵容足够强大 ，IP 的影响力就足够广泛。正片还没开播，一部剧就保证早早走红，甚至有爆款的可能。而那些被大众看好的项目，虽然不是每一个都像预期的那么精彩，但一般来说不会难看，因为演员的存在就代表着商业价值。当红小花杨紫的人气，如今已经到了可以一人独揽大戏的地步。沉香如碎屑剧本烂，剧情俗套也无所谓，完全不热身也没关系，因为它的号召力，上线当晚就登上了热搜榜首，打破了现场热搜记录。年底沉香的成绩完全达到了平台的预期。如果说被迫接手的剧能演得这么好，那就是离开老东家欢瑞之后，杨紫的首部古偶《长相思》进组，自然寄予了更大的期待。大家都知道杨紫能扛戏，比起女主，现在观众更愿意看到4位男演员的潜力。在张晚怡和邓威新剧大获成功的惨淡过后，男3号王弘毅来袭。他的低成本爱情剧引发了2极分化的评论，投资少，特效假，所有配音都没有诚意，男主眼神呆滞，演技略差。玉清之书虽然定档在情人节，但还是赶在了2部大制作的仙侠剧之前上线了，但全网人气不足1亿。从演员阵容的新鲜程度就可以看出，这是芒果一家出品的小成本网剧。由于投资不高，画面有多美就不用想象了。无论是森林小路还是海底世界，都只是一个绿色的屏幕。连剧组都知道没钱，女主摄入2-3张特写镜头就可以解决，根本不敢拉远。有趣的是，剧组没钱做特效，却有钱请简历。看演员表和演职员表，几乎所有成员都在配音。老师的声音不像是在给电视剧配音，反倒是在看广播剧，违和感很强。在软件条件不足的情况下，菜鸟男主还是断了。在《长相思》中，还是有一些眼神戏，充满了海报电影的感觉。在这部剧中，也算得上是眼神呆滞的典型，眉宇之间总有抹不去的伤感。再浪漫的剧情，也抵挡不住他那略显疲惫的眼神。当然，瑕不掩瑜，作为小成本，这部剧的剧情值得一看。粗犷系的绿茶王子玉清之书创意满分，妆容及格线以上。该剧以著名小说《桃花源》为灵感，构筑了桃花坞这个远离尘世的美丽之的。那里的人虽然不够先进，但他们过着没有谎言的生活，以诚待人。因为有一族背叛，宗族立下规矩，如果外人再进来，就会被射杀。世界倒霉的男主刚好在上班的路上，不小心掉进了桃花坞。在女主柳青青的继位仪式上，他捧着桃花瓣而来，成为了柳青青预言中的命中注定之人。为了不让女主杀他，世子动用了腹黑属性。眼见陷阱，他故意引诱女主跟他一起掉进去。女主人拿出鞭子后，礼貌地让他先走再走。他把鞭子扔在地上，然后就跑了。眼看着自己真的要死了，心不甘情不愿地被抓了回来。明知这草药有毒，他还是故意吞了下去，就为了趁着女主的好心救自己一命。不出他所料，心软的女主最终没有放弃，不仅救了他，还帮他躲了起来。而且他也很会撩，一觉醒来就装柔弱，知道女主叫柳青青。不管别人愿不愿意，我都非常亲切地叫了一声青青。为了让女主觉得自己更受宠，他故意拖着男二。女主人一走近，他立刻倒在了地上。男二目瞪口呆，还有这种情怀操作？总是想逃跑的绿茶王子，以及心直口快的首领傅真心，前期甜后期虐的剧情，堪称同期唯一精彩。在浮华到没那么便宜的前提下，也不算差。那么，你如何看待男3号在《长相思》中的表现呢？02肖战机场半夜被围，真粉假粉表现完全不一样，区别一目了然。肖战有多火？你能想象半夜起飞，
机场却人满为患吗？因为时装周，肖战坐的是国际航班，又因为没有贵宾通道，所以肖战特意选择了半夜登机，但还是低估了自己的人气。哪怕是半夜飞，机场对他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。人们甚至人多到影响通道。身处人群之中的肖战一度被人围住，站着不动，根本走不过去。不过遇到这样的烦心事，肖战还是很有礼貌，并没有因为身边人的无理取闹而生气，而是极力劝导身边的人，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秩序，不要影响交通。毕竟公共场所也会影响到其他人。在娱乐圈，粉丝为了看偶像而拥堵公共场所的事件时有发生。对于很多路人来说，这种行为是相当令人反感的。而如今肖战机场被围攻，恐怕有人会说是肖战粉丝的问题。因为之前的事情，肖战的粉丝一直被很多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看待。那么这次机场拥堵，应该是肖战的粉丝吧？事实上，很少有人客观地看待这些事情，他们总是按照别人说的去做。比如这种情况，细心的人应该会发现，在机场围着肖战的人，极有可能不是肖战的铁杆粉丝，而是打着粉丝的旗号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代拍，或者为了同样的一己私利去媒体。这些都是假粉丝，他们看似对肖战狂热，实则唯利是图，为利而狂热。真正的粉丝看看肖战就好了，不要太在意拍摄地点。但是那些带着目的拍照的假粉丝就不一样了。首先，他们必须拍摄第一手的照片和视频，同时他们必须确保位置好，拍摄角度好，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，更像是完成一项任务。至于肖战会不会受到影响，他们才不管，所以才会发生围堵事件。还有，细心的人应该也发现，群里围攻肖战的男人不少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不言而喻。对于肖战的作品来说，主要的受众群体是女性，粉丝也是。其实不止肖战，很多同类型的明星也是如此。所以那些拿着拍摄器材想要拍脸的男人可以说是假粉丝。还有一个细节，真粉和假粉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区别应该不会太明显。相对于不关心肖战的假粉来说，围攻肖战会影响现场秩序。而那些真正的粉丝，那些真正喜欢肖战的，都远远地站在外面，有的只是看偶像，有的也可以拍，但是都客客气气，不影响别人。假扮粉丝的纷纷冲上前去，向肖战表达自己的狂热。但是真正的粉丝却在远处默默地看着，再喜欢再激动，也不想给肖战添麻烦。这一幕也很感人，真的很应了那句话，想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，不要看他说了什么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